上辈子，老婆假死与大哥私奔，用我的名字借下巨额贷款，迫使我过上生不如死的生活。恶毒丈母娘说我克妻，害她没了女儿，到处宣扬我的恶名，逼迫我给她养老。后来因还不上钱，被债主割了器官，碎尸泄愤。死后我才知道所有真相，重生一世，看着假死在病床上的老婆，上辈子她没死成，这辈子我必然要让她化成灰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弟弟节哀，这种事情我也经历过，你千万别哭坏了身子，你要是倒了，谁来撑起这个家呀？在睁眼时，我看着老婆陈金凤的尸体从手术室里推了出来，上面已经盖上了白布。我猛猛地抓着白布下的手，泪眼模糊。大哥徐年似乎很害怕我发现些什么，连忙将我的手从老婆手上拽下来。金凤已经走了，让她早些火化，入土为安吧。主刀医生是大哥的高中同学，他拿出来了一张死亡证明和火化单，让我在上面签字。我看着上面陈金凤的名字，才确定自己真的重生了。上辈子，陈金凤半夜酒驾归家，在桥上冲出护栏，大哥的同学抢救了一夜，被告知抢救无效而死亡。得知这个噩耗的我，哭晕在医院里。醒来的时候，丈母娘和大哥就送来一个盒子。曾经110多斤的女人，现在连人带盒都不过5斤。丈母娘抱着盒子打我，说陈金凤出事就是因为嫁给了我这么个丧门星，长得就凶相。我早就跟金凤说了，不能嫁给你，她不听。现在她就是被你活活害死的。我抹了抹红肿的眼。可是妈，金凤是酒驾才出事，要不是为了养你这个家，她需要去工作吗？我结婚30多年都没出去工作过，这个家其实都是我的工资在养。陈金凤1个月3600的工资都不够她买护肤品的，但那时候真的太悲痛。我没了妻子，丈母娘也没了女儿，我不好也没有心情去反驳。可我没想到，老婆的死亡只是开始。她入土的第2天，债主追了上门，我才知道陈金凤竟然在1个月前借了600万的巨额高利贷，借贷人留的竟然是我的名字。可我根本没见过这笔钱，不得已，我只能去问丈母娘。丈母娘却一口咬定，这钱就算是她闺女的，也一定是给我花了。不仅不帮忙，还要我拿出100万给他们养老。我实在拿不出钱，他们在十里八乡的哭，宣扬我害死老婆的恶名。都是这个男人逼我女儿晚上也打工，要不然我女儿也不会死。他还让我女儿借高利贷，现在钱拿了，竟不给我们养老，搞不好他还要跑路找别的女人过日子哦。我从来没有不负责任的想法，可丈母娘几句话，让街坊邻居都觉得我是个恶人。我起早贪黑的打工，一边还债，一边伺候双亲，自己都累出了病。可即便如此，那笔钱越滚越大，根本还不上。债主找上门，我被面包车拖走了。在巨大的痛苦中，我摘掉了器官变卖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们还不甘心，肢解了我的尸体，说要卖给有特殊癖好的人，绝不浪费我的每一块肉。惨死后，我冤魂不散，竟然飘到了老婆的身边。我这才知道陈金凤根本没死，她拿着600万润去了国外，身边还有个男人，而且那个男人竟然是大哥徐年。陈金凤死的时候，肚子里还有个孩子，孩子也不是我的，是徐年的。丈母娘早就知道了这件事，但丈母娘默许了。如今重生，我怎么可能咽得下这口气？他们全家都在害我，
那我就要他们全家一起为上辈子的我陪葬。看着眼前的尸体，我哭着直接把白布掀开了。徐年的同学连忙拦着我：“别这样，这是对死者的不尊重。我是她老公。”我瞪了所谓的主刀医生一眼，哭着扑在了陈金凤的身上：“老婆嘞，你怎么年纪轻轻的就去了？”徐年和他同学吓得连忙拦我：“仔细听，明明可以听到陈金凤的心跳。”可见大哥徐年早就和自己的同学串通好了，而我这么重的拍陈金凤，他都没有动，显然是已经打过了麻醉。我故作惊讶地开口：“我老婆没死，分明还有心跳。我老婆没死，你们快抢救啊！”我看到徐年的脸色陡然白了一下，他同学立刻拿出听诊器。家属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病人已经死了，心跳是你自己太激动，将自己的误以为是死者的。我在想碰的陈金凤，他们就不让了。你们就是见死不救，我老婆没死，你们想害死我老婆。徐年生气了：“弟弟，你这跟医闹有什么区别？主刀医生是我高中同学，他能不用心救吗？你再这么闹下去，弟妹死都没有尊严。要不是你丈母娘在老家过来要很久，哪轮得到你签字？”说完，又把笔往我手里对。他还真说对了，我就是要医闹。上辈子我签了字，想守着陈金凤火化，结果徐年给我带了杯水，让我缓缓，我喝完就倒，这才给他们调包的机会。我现在就是要把事情闹大，让所有人都盯着他们，看他们怎么动作。我当即往地上一坐，开始鬼哭狼嚎：“就算死了，也是你们医术不精，你们得赔钱。”徐年气得对我骂了脏话：“徐翔，你他妈有病啊！少在这犯贱撒泼！我看陈金凤就是被你这个气死的。”没几分钟，我被一群医生护士给围了，我也顺势就报了警。警察来了，徐年不让我说话，按照我一个劲给医院道歉，都是我这个弟弟不明事理，他就喜欢占小便宜，家里穷想医闹骗钱。警察没想到我这个医闹的居然还敢报警。丈母娘这时候也来了，她飞快地把火化单签了，当着所有人的面骂我：“丧门星，就是这个混账克死我女儿，现在还想医闹骗钱。”眼看着他们要把陈金凤推走，我不顾3721，直接朝着推车撞了上去。看到我额头上的血，这下警察都慌了，也不敢骂我这个医闹的了，只是安慰我：“死者家属，我理解你的心情，但你的妻子已经死了，我们会让你妻子善始善终的，麻烦这位二位把她带走。”说完，两个警察拿走了火化单还有死亡证明。丈母娘和徐年只听到警察要他们把我带走，却忽略了警察说要帮陈金凤善始善终。我离开前回头看了一眼，只见徐年同学猛然坐在地上，那脸上显然写了2个字：完了。警察盯着烧，医院哪里还有调换的机会？足足2个小时，丈母娘骂了我2个小时。徐年的同学将一个不足5斤的和随后就送了过来，我装作承受不住，大喊一声：“我的金凤！”立马装晕了过去。他们见我晕了，便不避讳我，当着我的面谋划。徐年一脸激动，闹剧终于弄完了，以后终于能过上好日子。丈母娘长长舒了口气，去了国外，一定要照顾好我的闺女，她肚子里有你的种。全程徐年同学面色惨白，发着抖不敢说话。徐年问：“金凤呢？这会儿在哪儿？”他同学头挂着豆大的汗珠，声音都在打颤：“在这。”丈母娘没听懂，反问了一遍：“在哪儿？”徐年同学吓得骨灰盒都没端稳，直接砸在了地上：“在这，烧了，真烧了！警察盯着的，没人敢换啊！我是装晕的。”
但丈母娘是真的两眼一黑，彻底晕了过去。徐年也傻了，吓得发出一声尖叫。外面的人纷纷冲了进来，刚才那俩尽职尽责的警察也在，他们只当是失去亲人的家属承受不了打击，立刻喊人把我和丈母娘送去就医。他们安抚徐年，徐年咬牙切齿瞪着警察，声音都在发抖：“你们看着烧的，是你们看着烧的。”两个警察点点头：“是啊，我们没让任何人闹事。”天杀的！徐年气得拿起拳头就要袭警，最后没这个胆子，只能放下。而我只是心里默默发笑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要怪只能怪他们自己，怪不得别人。陈金凤只是打了麻药，但应该是有知觉的吧？那种活活烧死却无法开口的绝望，也不知道他知错没有。可即便如此，我也觉得不够。就这么烧死陈金凤也太便宜他们了。我上辈子可是被拆了器官分尸的，这一次我继续报警，理由是我质疑妻子的死因，请求他们调查车祸当晚的监控。像陈金凤这么怕死的混账，怎么可能真让自己跟着车子一起冲下护栏掉进水里？我敢断定，陈金凤在掉下去前已经出来了。丈母娘醒来的第一时间就是冲过来骂我，她冲进我的病房，不顾护士的阻拦，对我拳打脚踢。而我是个男人，我又不好还手，都是你这个扫把星，都是你害死我女儿，要不是你们医闹，我女儿能被火化吗？你赔我个女儿，你这个混账也要给我女儿偿命。我只能护着头。陈金凤不是早就死了吗？怎么能怪我？您亲自写的火化单，我不同意，是您自己签的字，所有人都看着的。护士们纷纷点头：是啊，大家都看着。当时医闹这么大，我不同意签火化单。我怀疑老婆没死，是丈母娘和大哥当众责骂我，说我想敲诈医院。他们迫不及待地签了字，把我老婆陈金凤送走。现在人烧了，怎么能怪我呢？不仅如此，徐年也冲过来骂我：你他妈个蠢货，你搞死我女人，我恨不得打死你！各种污言秽语朝我喷过来。你女人，那不是我老婆吗？得亏其他医生护士拦着，要不然我估计得破相。这个男人是不是昨天医闹上热搜的？对对对，就是他。我这才知道昨天事情闹太大，我已经被骂上热搜。骂就骂吧，无所谓了，能让陈金凤死就行。丈母娘挣脱束缚冲过来，随手拿起旁边的水瓶就砸我。你得给我女儿陪葬，你去死！我没想到丈母娘一着急力气这么大，我不得不伸手阻挡。突然一群人出现，警察办案，都住手！我立刻如获救星的开口：警察同志，可把你们盼来了。因为心虚，丈母娘和徐年慌了。为什么还有警察？何止是警察，连医院的院长都来了。甚至因为昨天我医闹的事上了热搜，今天来的还有媒体记者。警察拿出证件给我们看一眼，立刻公事公办。感谢您的报案，我们调查的监控，您的妻子在车冲出护栏的那一刻已经跳出来了。按照那个程度来看，根本不足以死亡，只是轻伤。话音落，丈母娘和徐年哪里还有刚才嚣张的气焰？两个人吓得跟死半年一样。记者听后拼了命地拍他们的表情，原来不是医闹，这是夫妻心连心。丈夫感知到妻子没有去世，这才在医院大闹一场，说什么都不签字。心连心个屁！只有我在傻傻的付出，被全家当猴刷。但我不介意记者这么宣传我，所以医院为什么会开死亡证明？轻伤怎么会经过抢救之后去世的？我故意质问院长，记者们把院长围住，院长气得不行，
立刻让人把徐年的同学喊了过来。主刀医生叫周海刚进来，看到警察，吓得立刻转头就跑，但迅速被一群人按住。面对众人的质疑，周海惶恐地看向徐年兄弟：“你说句话呀！”“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”徐年此刻根本顾不上因为陈金凤的死而难过，他现在是自顾不暇，他不断后退躲闪，开始推卸责任。我怎么知道？我也算受害者，我又不是医生，我怎么知道？警察对那天在手术室的人开始调查。那天进入手术室的都是周海带出来的徒弟，可以说是他们的心腹。可他们都怕事啊，谁都没想到，原本只是打算捞笔钱，现在却背上一条人命。麻醉师太害怕，最先招了，不关我的事。是周主任让我打的麻药，我当时说了不需要，可周主任非说要手术的。周海气得一边瞪麻醉师，一边擦额头上的汗。你在胡说什么？豆大的汗珠一颗接着一颗冒出来，所有的媒体记者都在对着他拍。他很清楚，再这样下去，他可能会成为那个杀人凶手，所以他想都没想，直接将徐年抖了出来。不关我的事，是死者自己要求的呀。徐年当时也在场，徐年和我丈母娘慌了，他们开始对周海破口大骂，说他是推卸责任的胡言，就连我也装作不知情，一起骂他。你在胡说什么？我老婆为什么会要求这种事？肯定就是你弄死了，不想背责。徐年一听，我又给他扣害死人的高帽子，吓得瘫坐在地上。真的是陈金凤自己要求的，是他和徐年一起谋划的。陈金凤想假死跟徐年私奔，谁知道你闹大喊来了警察，没人敢调换，就把陈金凤真烧了。一时间媒体记者都快疯了，对着徐年一顿猛拍。徐年恼羞成怒，破口大骂：放你娘的屁！你他妈的还好意思骂我？明明就是你害的我！你现在怎么能自己置身事外？警察走向徐年，要带走他调查情况。徐年当场撒泼，说所有人欺负他一个死了老婆的，但是媒体又不是傻子，都这个紧要关头了，如果不是真话，就算要推卸责任，正常人也不会推卸给自己兄弟。丈母娘也被警察问话，她表情躲闪，拼命地说自己不知情，反而显得极为心虚。原来妈你也知情啊！我故作恍然大悟，怪不得火化完金凤，你们突然冲进来要打我，就是因为是我报警喊来了警察。我没有，我怎么知情？丈母娘连忙要走，被警察拦着。其中一人说要找丈母娘单独问话。看着丈母娘被带走，我看向大哥徐年，还有你冲进来就说陈金凤是你女人，原来你跟她搞在一起了。徐年狡辩，奈何病房里其他人不聋，经过我这一点，前因后果一下就通了。而就在此时，我的手机收到了高利贷的催债短信。上辈子我因为这条短信毁了自己整个生活，这辈子我当着众多媒体和警察的面把短信展示了出去。我没有借过高利贷，能拿到我的身份证的只有陈金凤。我强行挤出眼泪，我那么爱他，他居然用我名字借了钱，要跟大哥远走高飞。前面装了一路，到这里确实是真情实感。上辈子我尽心尽力当个好丈夫，对他妈跟对自己亲妈一样维护整个家，到头来老婆却跟大哥好上了，肚子里的孩子都是大哥的，他们毁了我整个人生，我如何能不心寒？看到我哭得惨绝人寰的模样，媒体立刻拍下了我这个完完全全的受害者。警察说他们会严查高利贷，但这笔钱他们也会追踪去向，我只需要好好调理，一切都不用我操心了。当晚
我便看到陈金凤自作自受的词条高挂热搜，同时上榜的还有景浩全家、吸血女婿景浩、景浩弟妹和大哥景浩。网友都高呼陈金凤死得好，这么算计自己老婆，结果让自己化成灰，活该。今天最爽的热搜，上了一天的班，刚好心情舒坦了，笑死。坑老公把自己烧了，事实就是事。你们不觉得人家老公很可怜吗？被老婆和自己哥哥算计，最后还背债。不过警察既然出手了，应该不用欠债了吧？医院也应该给补偿吧？毕竟确实是医院烧死的。医院有周海那个医生，真的够倒霉，背上人命官司。不管是不是陈金凤多犯贱，但他没想死，确实是医院害死了人。他们说的不错，警察效率很高，因为有了陈金凤要跟徐年私奔的线索，他们直接查了徐年的账户，发现确实有600万的账款被他分批转移了出去，600万还给了债主，但是债主同样因为放高利贷蹲了局子。我匿名举报了债主的其他器官交易，上辈子我惨死，债主一点害怕的样子都没有。显然何种器官和人肉的买卖已经不是第一回了，背后肯定还有一个产业链，但如今已经不是我该操心的事。医院确实赔了钱，但是丈母娘和上辈子一样，也找我要钱，我没有争抢，因为不需要我说任何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网友会帮我口诛笔伐，丈母娘经受不住压力，才分给我了一半，而大哥的情况就没这么好了。网上都在说，要是这女的没有想跟我大哥私奔，也不会死。说到底还是渣男贱女的问题。丈母娘突然意识到，矛盾的根源根本不在我，当然她也不可能觉得是自己宝贝女儿的错，自然把这一切的错赖在了徐年的身上。徐年还在等开庭定罪，但丈母娘已经等不及了，跑到徐年家里吵得不可开支。徐年气得拿衣架搭伤了丈母娘。丈母娘在我这里见惯了孝顺，哪想到徐年会恨成这样，当场拿着棍子就说要清理门户，结果徐年被打破了头，脑震荡。徐年也不是善茬，直接报了警。好不容易才从热搜上平息的一家，再一次登陆了热门，谁也没想到这家人还有后续。丈母娘故意伤人被抓，被抓进去之前决定鱼死网破。警察大人，你们去查查徐年老婆到底怎么死了。我现在就怀疑是这个丧门星害死了他老婆。我当初就说了，这种面带凶相的男人要不得，肯定是他。他克死了2个女人。突然很想笑，上辈子丈母娘也是用同样的话术骂的我，真是风水轮流转啊。徐年指着丈母娘一顿骂，死八婆，说我妻，你怎么不说你克死你女儿呢？ MMP 老不死的东西。我在一旁看着，默不作声，不想参与。我拿到了应该属于我的钱，我也丧了偶，这个家和我已经没有关系了。警察自然也调查了大嫂的死因，这不调查还好，一调查事情更大。徐年招了，他老婆确实不是正常死亡，但也不是他杀的，是陈金凤，是我老婆下的手。陈金凤和大哥偷情被大嫂撞见，陈金凤一不做二不休，就弄死了大嫂。大嫂本来就有哮喘，随便弄点什么过敏的东西下去，只要藏起来她的药，就能要大嫂的命。这事儿已经上升到了另一个性质。陈金凤是纯坏呀，可见她死了对她老公而言是个解脱。是啊，大解脱。我拿着钱离开了这个城市，中间有好几个人给我介绍对象，但我都拒绝了。好的婚姻确实能提升生活幸福，但是不好的婚姻却是能要命的。
上辈子的经历不会因为这辈子的改变而忘记。祖国大好河山，我也终将走向新的生活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